我陪着怀孕老婆去参加同学会，却听见她男闺蜜的心声。等她踹了穷鬼老公，钱就全是我的了。跟她暧昧不清的男闺蜜正举着酒杯，调整自己最完美的笑容，我却看见他眼底不经意划过的厌恶。蠢猪真以为我喜欢他，要不是他有点钱，谁看得上他？他不知道，李梅家早就破产了，如今他的锦衣玉食的生活靠的都是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同学，好久不见啊！小梅，你和班草当年还处过一段吧？一转眼你都结婚了。同学宴上推杯换盏，偏又不长眼睛的把话题往李梅身上扯，场面瞬间安静下来。李梅一撩头发，哎呀，都是些陈年旧事了，还不是因为班草当初看不上我吗？她向她的男闺蜜抛媚眼，场面再次火热起来。李梅，你老公还在场呢。当即有人提醒她，她搂着我胳膊笑道，没关系，我老公不会生气的，是吧，亲爱的？我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他没面子，只是配合的笑笑。本来是担心她怀孕一个人出门不安全，没想到却亲眼目睹这一出闹剧。李梅越玩越过火，竟然提出跟班草喝交杯酒。叔叔能忍，婶婶都忍不下去了。我脸色一黑，拉住了李梅，刚要阻止，就听见一个声音：蠢猪真以为我喜欢他，还想跟我喝交杯酒，要不是他有点钱，谁看得上他？等他踹了穷鬼老公，钱就全是我的了。这是班草的声音。我一抬头，就看见他眼底不经意划过的恶意。好，好！随着李梅和班草手腕交叠，所有人都喊了出来。我起身一把拉开李梅，梅，医生不是跟你说怀孕了不能喝酒吗？自己老婆跟别人喝交杯酒，这种场面，想必任何一个男人都忍不住，就喝一点，能有什么事？李梅端着酒杯，不耐烦地皱眉。我给她使眼色。一直站在旁边安安静静的班草突然哎呀一声，把李梅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了过去。没事，梅，你跟你老公说话，我这衣服有点渴，把你酒给喝了。班草的话给李梅逗笑了，她瞪了我一眼，你看你怎么那么小气，酒都洒刘成身上了，我老婆都快让人抢走了，我还小气？梅，他对你根本……我话音未落，就被一波一波的惊呼声盖过去。刘成是尸身进来的，腹肌显露无遗，这种尸身实在太心机了。不过是溅上几滴酒，用得着把衣服都洗成半透不透的吗？多年不见，校草身材还是这么好啊！李梅口水都要出来了，再转头看向我，满眼都是嫌弃。不像我家老周，我身材是不好，可那不是为了给他舒适的生活，天天打工才累成这样的吗？那会他拿着我丰厚的工资填窟窿，可是一口一个老公叫的勤快，现在嫌弃我身材不好了。刘成腼腆一笑，很像现在流行的小奶狗。我跟姐夫不能比，姐夫有你，我这么多年连个女人都没有，所以身材才好吧。李梅看着他的眼神更加深情，可我却清晰听见了刘成的心声：蠢猪上钩了，挤兑走她老公，大把的钱就都是我的了。下一刻，在众人的起哄声中，刘成咳嗽2声，对李梅笑得格外无辜。身为男人，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是故意那么笑的。梅，我看还是不补交杯酒了。姐夫有点不乐意，因为一个交杯酒破坏你们夫妻感情，不值当。他越是推，李梅就非得要。哎呀，老周，你快说你不介意。李梅推着我黑着脸挤出3个字：我介意。李梅当即冷了脸，
刘成就是我男闺蜜而已，这醋你也乱吃，我就说不让你来，你非得来。现在你又玩不开，你看看，你在这都影响我们同学情谊了，弄得大家都不自在。我影响他们同学情谊，那是同学情吗？只要我在这就不行。我也冷了脸。李梅这些年被我惯得脾气火爆，当即站起身，你走。我又听见了刘成的心声，傍富婆还脾气这么大，软饭硬吃啊。不过看样子很快他就吃不成了。兄弟，你别后悔。我端起桌子上的酒，一饮而尽。刘成跟着端起酒，满脸挑衅：老周，慢点走，别绊倒脚。离开包间，我又听见了他们起哄喝交杯酒。刘成不知道，李梅家早就破产了，现在他们一家老小都靠我救济。我离开同学宴没多久，就收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我老婆李梅跟她男闺蜜刘成亲得难舍难分，直到深夜，她才一身酒意打开房门。你还没睡，还为了同学宴的事生气。看见我坐在沙发上，她就瘫过来，把脚架在我腿上，让我帮她脱袜子。这段时间怕她家破产，她又身怀有孕，心里难受，我都是尽量顺着她，可没想到顺出个孽来。你们同学宴玩得挺花，我把手机放到她面前，上面是她跟人接吻的图片。她看了一眼，满是不在乎的把手机打到一边。你吃醋了，这是在玩真心话大冒险，你也不想我让人说玩不起吧？我眼皮跳了跳，所以他就能给别人抱着啃了。李梅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公？他没回答我，转过身就假装睡着了。我也没拆穿他，只当一切是为了孩子忍了。上次同学宴之后，我和李梅就开始了冷战。我心疼她怀孕，想跟她缓和一下关系。趁着七夕，我推了所有工作，做了一桌子菜，准备来个破冰行动。早上李梅就说去看朋友，直到半夜她还是没回来。一桌子菜从热气腾腾逐渐变冷，然后凝固。我盯着墙上的钟表，不断告诉自己，李梅怀了我的孩子，为了孩子，我不能暴躁，直接分针和秒针扣在时针上，发出哒的一声。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周医生，急诊室接了一个病人，爬山摔下来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看了一眼桌上的饭菜，我留了一张纸条，就匆匆离开了。救人如救火，晚一刻都会害人性命。医院内，小护士跟我说着病人基本情况，竟然是一个孕妇，大早上去爬山，爬了一整天。现在年轻人玩起来太疯狂了，孕妇本来就不能剧烈运动，更别说还从山上摔下来了。通知家属了吗？我戴上手术手套，小护士摇了摇头，她男朋友送她来的。不行，我先去给病人动手术，你去通知家属。我坚定地说道。没通知到家属，后面出了什么事，我们医院脱不了干系。而且怀着孕还是男朋友，而不是老公送来的，这后面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，很容易发展成医闹。上了手术台，我习惯性看一眼病人脸色，自己却愣住了。躺在手术台上的正是我妻子李梅。手术很成功，我亲手拿掉了我的孩子，随着李梅转移到普通病房。我坐在手术室的椅子上，半天站不起来。她根本没有去看朋友，而是跟男闺蜜七夕爬山去了。我在家等了她一天，最后等到了我们孩子的死讯。看着满手鲜血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哭还是该笑。周医生，您没事吧？跟着我的实习学生上来关心我，这只是一个小手术，根本不至于我动不了。我勉强撑起一个笑意，没事，你们先走流程吧，我一会去看看病人。对了，病人家属不用通知了，我就是收拾好情绪，
我刚要推开李梅病房的门，就听见了一阵心声。这孩子总算是掉了，她老公不就是拿孩子牵着她吗？没了孩子，看她还有什么筹码？所以这次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蓄意谋杀。我强行压制着滔天怒意，没有证据，我不能贸然行动，只能等李梅醒过来，让她亲口指认。我推开门，走了进去。姐夫，你来了。早上我和梅梅去爬山，没想到她会摔下来，是我没保护好她，你们的孩子也没了。刘成低着头，把愧疚写在脸上，但我丝毫不信他的鬼话，因为我听见了他的心声。七夕姐，你老婆跟我去爬山，还把你们的孩子弄没了。兄弟都是男人，该知道让位了吧？我嗯了一声，没理他。检查了李梅的情况，10分钟之后，她应该会醒过来。李梅果然按时醒了过来，只是睁开眼第一时间，她就要找刘成。老婆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我抓住她的手，强迫她看着我。李梅眉头皱了皱，不就是孩子没了吗？反正也是个累赘。我带着不舒服，没了就没了吧。看着她满不在乎的模样，我如遭雷击。我以为她会和我一样难过。我在手术室调整了很久心情，就怕影响到她，怕她承受不住丧子的悲痛。她是不易受孕体质，为了要这个孩子，我每天小心翼翼给她调理身体。我还记得她刚刚有孕时有多高兴，如今孩子没了，她反而说是一个累赘。她对我没有一点感情了，我对她也彻底失望了。看着她和刘成眉来眼去，我心凉得彻底。李梅，我们离婚吧，我说道。李梅眉头连皱一下都没皱。好啊，是你提出的离婚，家产要分我一半。反倒是刘成紧张起来。梅，你别大意呀，家产的事还要找律师看看的，让他分走李梅一半家产。那李梅嫁给我的时候，岂不是就少一半？她这个穷鬼前夫，到时候肯定会多要。不过没关系，以后软饭硬吃的就是我了。听着刘成得意的心声，我在心底冷笑。一半，我能证明是李梅婚内出轨，证据还是他亲自送到我手上的，财产我一分也不会给他。我没走协议离婚，而是直接把他告上了法院，要求李梅净身出户。法庭上，我拿出李梅出轨证据，她和刘成热吻的照片。李梅脸色瞬间像吃了屎一样。周成，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有心机，好笑。他出轨成了我有心机。梅，这么小肚鸡肠的男人，你是怎么跟他过这么多年的？好心疼你。刘成自知理亏，急忙拉起李梅的手安慰。对，你快和我离婚，跟你宽容大度的真爱在一起。我生怕李梅反悔，急忙推波助澜。李梅一想到终于能追寻真爱，一咬牙，净身出户就净身出户，反正刘成会养我的，就他。我看了刘成一眼，对，梅，跟他离婚。刘成兴奋地鼓动着李梅，离婚十分顺利。李梅跟刘成转头就结婚了，在民政局门口分手。我祝他们百年好合，千千万万锁死。周广，我已经不是你老婆了，你用不着这么阴阳怪气的。李梅抱着刘成胳膊，满眼幸福。刘成拉紧了李梅，梅，我们快回别墅吧，跟他说太多，小心再气到你，可千万别给他反悔的机会。我听见刘成的心声，实在想笑。反悔？我还怕李梅反悔呢。不过我倒是愿意看个好戏。什么别墅？李梅果然被刘成问愣了。刘成比划着，你家的别墅啊？你家大业大，不会连个别墅都不愿意给我们住吧？我们家早就破产了，不然我怎么会找周广？李梅脱口而出。刘成勃然变色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？瓜女子，我被他骗了。听着他的心声，我险些笑出来。
他们没有谁骗谁，渣男贱女天生一对，千万锁死，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们恩爱。我笑着转身离开，身后响起刘成暴怒的声音：没有钱，你还敢玩老子？你还跟老子装富婆？紧接着就听见李梅嘤嘤的哭声，跟我这么多年，我都没舍得动他一下。刘成打起来倒是毫不心疼，这就是他追求的自由和爱，我也只能祝他日后天天被这样爱着。我和李梅再次见面，是他回来收拾行李，金银首饰他全都拿走了，我没拦着，本来也是买给他戴的，就是他不拿走，我也要扔了，省得看见恶心。就是他搜刮首饰时，那副贪婪的嘴脸实在难看，连脸面也不要了，简直跟刘成一模一样。没了李梅的干涉，我不用想着照顾他，每天都专心工作，很快就调到了总医院。因为我技术精湛，请我主刀的人不计其数，做完了一台重要手术。一直跟着我的学生给我递了一杯水过来，师傅，你要是之前有这精神头，早就生了。他长得好看，带着大学生独有的清新活力，还跟我一个姓，叫周莹。我被他嘲笑，也无力反驳。确实，我当初把太多精力放在李梅身上，若是没有她，估计我如今也该是某院院长了。不过现在开始也来得及。师傅，我明天就要走了。周莹把我东西收拾好，拖着下巴看着我。我喝水的动作顿了一下。也好，你一个女孩子，家里有安排好的工作，比在急诊室强。急诊室工作强度太大，我不是因为家里走的。周莹眨了眨眼睛，是因为医院不准师生恋。我刚喝进去的茶水直接呛到了。周莹真的离开了，据说调去了农村支援，是她自己请命，要为医疗事业做出贡献。临走前我们加了微信，做完手术，我顺口叫了她的名字，给她讲病理，周围同事都笑了。周大夫，你这是徒弟跑了，思念成疾呀！4楼还没下班，要不我去给你挂个号？我还不至于上4楼精神科吧？避开一众嘲笑的损友，我下意识打开朋友圈，也不知道想看什么，随便划了划，没看见周莹，反倒是看见了李梅。离婚之后，她和刘成到处潇洒，还特意艾特了我，只是我一直没开朋友圈，就没看见。最后一个动态是2个人穷游，微信弹出李梅的弹框，她找我借钱，还给我发来了被打的图片，说是钱花完，刘成就变了，天天打他。我没回话，直接给他拽入黑名单。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自由生活吗？刚要放下手机，朋友圈又弹出一个动态，配图是周莹做鬼脸的9宫格。某些手术刚做完的主刀医生，要是再没看见，我就要生气了。不到1分钟，朋友圈就被删除了。我挑了挑眉头，不明白小丫头这是什么意思。犹豫片刻，还是给她发了个微信，我看看你生气什么样。没过一会，周莹就给我发来了一个嘟着嘴的照片。农村的烈阳没把她变成土妞，反而比在医院还要有活力，也成熟好看了很多。周大夫，我过段时间就要回去了，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。我失笑，每天给你发朋友圈，你都当看不见，我怪尴尬的，就只能删除了。明天记得回我。之后的每一天，我都习惯性打开朋友圈，回复周莹的动态，她果然没再删除过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很快就到她支援回来的日子。我们约好在机场见面，但我突然受邀参加一个大型商业酒会，是上次我救回一命的投资商邀请的。我不好推拒，只好给周莹发了消息，让她先自己回来，晚上再给她办庆功宴。周大夫，你要注意个人素质，别跟酒宴上的坏女人跑了。
周莹很快给我回了消息，我哭笑不得，把手机收了起来。商业酒会上，我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主办方向众人介绍我是年轻有为、妙手神医，把他从生死线上抢回来时，李梅正陪着油腻老男人喝酒。当初我只是正常身材，因为常年工作，难免有消毒水的味道。他嫌弃我身材不好，味道不好，不让我碰他。如今靠在又油又臭的老男人怀里，也强颜欢笑着，不敢反抗。这位是周大夫，他可了不得，快给他敬一杯酒。油腻老男人一爪子按在李梅屁股上，李梅哆嗦了一下，却不敢反抗。他仔细地看着我，似乎不敢相信，离婚之后不用再照顾他时不时发作的小情绪，我有时间健身，给自己买合适的服装，自然跟近几年之前大不一样。他不想就不用勉强了，我没有逼迫人的习惯，他已经遭到报应了，我也没必要落井下石。没想到油腻老男人一耳光给李梅打倒在地。妈的，老子带你来是让你帮老子结交人的，你倒好，给老子得罪人，给周大夫道歉。我眉头皱起，李梅哆哆嗦嗦爬起来，拿着分酒器大口大口灌下去，瞬间泪雨纵横。周大夫，您别跟我一样的，我给你道歉了。女人不打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周大夫得罪了。油腻老男人又拉着他去给别人敬酒。我不赞成这种行为，但我也没义务替李梅出头。本以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，没想到李梅抓住时间，在酒宴上拦住了我。老周，我后悔了。他看着我，泪眼婆娑，妖艳的妆容下皮肤十分粗糙，丝毫看不出曾经被娇养的痕迹。我拉开了跟他的距离。李女士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们之间一定要这么生分吗？李梅满面懊悔。我知道错了，我改好不好？我们复婚吧。那个刘成就是个骗子，当初是他逼我回去取首饰的，我根本没想跟你闹这么僵。他拿了首饰，就逼迫我把首饰卖二手，给他拿去花天酒地，还逼我到处陪酒。你不知道我每天陪那些恶心的男人。我听着他一句句卖惨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微信朋友圈里可没见他挥霍的时候有多不高兴。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，他该一步一步走下去。李女士，你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这种场合下，你若再纠缠，我就要喊安保人员了。他哭得太大声，周围已经有人注意这边了。我并不想引起太大关注，没想到李梅哇的一下哭了出来，一手扯住我裤子，坐在地上撒泼。我不管，你是我老公，你就得管我。听他这么喊，周围人都戏谑地看了过来。刚刚那个油腻老男人刚要过来，就停住了脚步，笑得满脸尴尬。没想到是嫂子啊，周大夫，您这爱好。说着，他还比了一个大拇指。我被李梅纠缠，无暇顾及他。没想到李梅竟然能这么不要脸。早知道当初那些首饰，我就不该让他带走。没有活路，他早就离开这个城市了。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扯着裤子解释，要不是裤腰带紧，这回我就真没脸了。李梅声音更大，你这么多年都没结婚，不还是心里有我？周广，我求你了，我当初是做的不对，但你看在我们有过一个孩子的份上，就原谅我吧。怒气一瞬间冲了上来，要不说孩子，我或许还能容他。滚！我一脚踹开李梅，眼睛布满了红血丝。你还敢提孩子？你以为当初你在山上摔下来的手术是谁给你做的？是我亲手拿掉了我的孩子。他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我会突然发怒，呆呆地坐在地上看着我。那你这么多年还没有老婆？不等我说话，宴会大门再次被推开，
谁说他没有老婆？随着大门露出的光芒，一个女人踩着白色水晶高跟鞋迈了进来，结实的小腿，凹凸有致的身材，黑色点缀着钻石的高定礼服，配上精巧的小脸，美颜不可方物。浓密的秀发烫成了波浪模样，披散在身后，高贵大方，而且诱惑十足。我就是他未婚妻，明天我们就要去领证了。周莹走过来，挽住我的手臂，她无名指上戴着订婚钻戒，另一个则被她戴在了我的手上。周大夫，恭喜恭喜啊！其余人在周莹美貌的震惊中回过神，纷纷对我恭喜。对比周莹，李梅简直是俗不可耐，有她站在这，谁都不会相信我能那么眼瞎，喜欢上李梅。人嘛，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，我家周大夫就是心软，才让这种烂货缠上的。周莹陪着我到处给人回礼，这个不愉快的小插曲也很快被磨平。所有人都在羡慕我，而李梅在众人脚下浑身狼狈，早不知被踢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宴会结束，周莹喝了不少酒，也帮我笼络了很多人脉。我弄了蜂蜜水给她喂下去，她晕乎乎的模样很可爱，但我还是会心疼。下次别这么喝了，就是为了我也不行。我严肃说道。周莹抹了抹嘴角，先指伸出来指着我，却直接扑到了我身上。你别教训我，你现在不是带我实习的师傅了，你才大我3岁。医院不允许师生恋，我镀过金了，我们现在平级，我要嫁给你。他说完就倒在我身上睡了过去。我当他说的一切都是醉话，给他留了早饭，照常去医院上班。周大夫，你女朋友找你。同事看着我，笑得一脸揶揄。我哪来的女朋友？从科室出来，一路都有同事说我女朋友找我，还都笑得一脸暧昧不明。周莹这小丫头就站在医院楼下，捧着一束鲜花，歪着头，笑得一脸鲜活。周大夫，你这不对呀，别人都是男方送鲜花，你怎么还让我送你呢？我没接，反而皱起了眉头。周莹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，我现在不想耍流氓，我也不想，所以我要跟你结婚。周莹笑着说道。周广，你别跟我装长辈，你才比我大3岁，别以为我昨天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说要嫁给你，你可没有拒绝我那是以为他说的醉话，跟醉汉讲理。难道我挂4楼急诊了？你别解释了，我都懂。周莹靠近我，用鲜花挡着，压低了声音。周大夫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不是小女孩盲目的喜欢，是真真正正爱你的喜欢。你要是一下接受不了，我们可以先谈恋爱，至少你先把花接过去，不然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一个女孩子总得要点面子。我这才发现，那些好同事都围在旁边，看天的看天，扣手的扣手，就是没有一个走的。其实我不是不喜欢周莹，只是从未往男女之情那边想过，如今想想，好像也不是不行。那天之后，我的领地被侵占了，周莹借着给我做饭的理由，每天往我家里搬一点她的衣服，看着她一点一点把卧室填满，我虽然无奈，但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每我上完夜班回来，桌子上都会多一碗热粥，而周莹也从外面的沙发上慢慢睡到了我的卧室里。同居的日子里，同样是医疗人员，他对我更加理解，不会无限制的打电话，也不会埋怨我回来的太晚，每天都悄悄把饭菜帮我准备好。偶尔我闲了，也会下厨给他制造一些惊喜。时间长了，我感觉这样的日子也不错。我不想辜负了小姑娘，在她生日这天，买了她爱吃的蛋糕，还有一套首饰，准备晚上和她求婚。关了灯，点起烛火，
周莹眼睛亮晶晶的，十分好看，周围一片黑暗，唯有她是发光的天使。她好像也知道我准备做什么，满眼都是期待。求婚的话到底没说出口，就被一阵铃声打断了。快接电话！周莹比我还急，她知道晚上给我打电话的都是急诊，没什么比人命还重要。我感激她的理解，按下了接听键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接完电话，我脸色沉了下来。怎么了？周莹见我脸色不对，关心地问道。我把电话放在桌面上。李梅，你还记得吗？她现在的丈夫在我们家楼下。我不知道刘成怎么知道地址的，但这让我很不舒服。外面响起了敲门声，周莹起身去开门。5年时间，刘成变了模样，没了当初班草的帅气，好吃懒做的日子让他变得油腻，身上还有一股难闻的臭味。不用勾引红梅，他身上流里流气的样子不再遮掩。从进屋，他就在上下打量。怪不得你看不上李梅了，原来有更漂亮的妞了。刘成色眯眯地打量着周莹，我一耳光打开他脸上。注意你的态度。我示意周莹先进屋。刘成这种人，让周莹待在这没什么益处。刘成被我打得一个趔趄，抹了抹嘴角的血。他打量了一下和我之间的差距，选择不要脸地在沙发上坐下。5年没见，你过得挺好啊，有吃有穿的。我冷冷看了他一眼，只要努力工作，都能有吃有喝。你有话快说，没话赶紧滚，小心我告你强入民宅。好好好，你是大大夫，你厉害。刘成流氓地举起手。不过我今天是来通知你的，不是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吗？给我拿50万，不然我就把你老婆李梅卖去黑市。随便，李梅已经不是我妻子了。我平静地说道。早在离婚那天，我们就再无瓜葛。刘成还要纠缠，外面响起了警察的声音。他进来的时候并没有关门，所以警察直接探头进来，勒令他从我的房子内离开。行啊，周广，你还真挺狠心，见死不救。到时候你别后悔。刘成阴沉地往屋里看了一眼，起身离开。与此同时，我又听见了他的心声：死女人，竟然敢报警！等着吧，有你们好看的。后面他走远了，我就听不见他的声音了。和警察同志解释过后，我们又配合了登记，真是好险。幸好我在透视镜里看见他手里拿的刀，进屋我就报警的。周莹拉着我的手，还是心有余悸。若非警察赶来的及时，他后续会不会有什么过激行为，还不得而知。你说什么？我猛然停住脚步。他带刀进来的，进来之后就揣衣服里了。怎么了？周莹被我一下问懵了。结合他临走时我听见的心声，我一跺脚，走，咱们还得回警局一趟。求婚的事被刘成打断，我和周莹干脆开始准备订婚宴，只是通知了同事，并没通知父母。这段时间我和周莹形影不离，之前你还不愿意，现在就这么离不开我。周莹笑着喂了我一个薯条，小脸上满是得意。我笑了笑，没回他的话，因为我耳朵里是刘成的声音。这女的笑起来挺好看，周广这么在意她，肯定比李梅有用。走，我送你回家，我说道。周莹娇嗔地瞪了我一眼，你糊涂了，回什么家？下午是咱们2个订婚宴，我得和姐妹们去准备准备。订婚宴是个好机会啊！刘成声音在我耳中越发清晰。我握着周莹的手，这一瞬间我有些后悔。莹莹，来，我把她揽在怀里低语，耳边又响起了刘成的心声：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着腻歪，等我大哥一到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真的吗？周莹脸色微变，我把她抱得更紧，生怕她有任何异常。
被人发现，一切听我的安排，别害怕，信我。”我轻声说道。订婚宴如期举行，只是周莹迟迟没到。我借用找周莹的借口，也离开了宴会，到了我们约定好的地点。我还没开口，周莹身后突然出现2个壮汉，一个麻袋兜头向周莹扣了下来。小心后面！我大喊一声，周莹一个回旋踢，干脆利落地把那2个壮汉撂倒。冲上来的同伙都被周围埋伏好的警察全部放倒，确定了安全。真正的周莹和他几个朋友才从警车里跳下来。刚刚来酒店的路上，便衣警察早就在无声无息之间和周莹交换了车辆。抵达酒店的是易容后的便衣，真正的周莹早被保护起来了。这也是我中午抱着周莹说的秘密，有人要绑架她。而上次报警之后，我察觉到不对，也及时申请了保护，破案十分迅速。那些人确实是刘成找来的，只是还牵扯到了其他事情，不便于我们知道。我只知道刘成和李梅合谋要绑架周莹勒索我，后来刘成起了贪心，想要勒索我之后，在我周莹卖了。周莹知道后十分后怕，抱着我哭了半天。周大夫，幸好有你，不然我估计我都要1个月了。我哭笑不得地安慰他，也怪我没有处理利落，要不是李梅的事，我有一面之人，让他拿走了所有首饰，间接成了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的底气，也不会让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。那你这次是不是能跟我去见家长了？周莹抱着我的脖子，美人梨花带雨，我自然不好拒绝。我们的婚礼十分盛大，周莹的父母也很满意我。后来我去看了监狱里的李梅和刘成，不是因为旁的，只是李梅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竟然把我填到了家人一栏。他们2个都是无期徒刑。李梅哭着跟我说，她后悔了，但我没听。没了这2个人渣，我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